今天呢，就是由我们台北慈院的院长师来做分享。然后呢，也是在12月的时候呢，做了内视镜超音波。我们的慈济的师姑这是心衰竭，所以他的症状都是心衰竭的症状，已经恶化到呼吸困难在家里要给氧气了而且给了氧气之后30分钟、1小时才能缓解，所以当下就是建议他要赶快来住院。那治疗顺利出院6月1号回诊病情相对稳定，他需要长期休。就是说，一个慢性心衰竭的病人呢，虽然说非常严重，但是医学的进步呢，我们可以持续给这病人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状况。那事实上，他就是我们的高爱师姐。那我们感恩其实院长每年都会带着岁末的时候带我们的团队呢去跟我们的资深的法亲关怀。其实说是关怀，其实是学习啦，因为从我们这些资深师姐师姑们呢做的一些付出呢，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很多，很感恩。我在所有的照顾师兄师姐、师姑师伯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平常跟所有的我们志工们的互动呢，其实我可以从这边呢可以学习到很多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以病为师其实是以我们慈兄我们的所有的家人们为师，那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听到看到了，大家应该是很欢喜更安心啦。当初我要盖医院的时候，感觉台北虽然是大都会区啦，我们的医疗事业呢，也应该要在台北还是要建立起来。因为呢，慈济人都是人，都是同样呢在生老病，自然法则啦。我也只是在生老自然的法则里啦，要什么求也求不得，老就是老啦，总是呢，病也是很自然那医疗呢，再怎么样还是在跟着法则啦，这个自然法则，不是讲每一个人看医师他就会没有病。不过呢，有医师啦，总是呢有病有因缘碰到好医师，那就会身心跟心总是感觉有依靠，心有依靠啦，那身体呢也有依靠。虽然不是呢人人都可以袂死啦，世间无迄个袂死的良药啦，总是呢也无袂死的人但是呢，有好医师，心里总是有一个安全的依靠啦所以我们还是在台北呢，同样医疗建设起来，看到了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应该很放心同时呢，更要感恩心师父的志愿四大志业呢，中间的医疗呢是最重要的。贫困呢，这要碰到好人资源无困难但是医病总是呢，病人需要的就是好医生。咱若无建病院总是呢，病人有困难，我们总是找医院去帮助他。
我们能帮助的也是尽一点力量而已啦。那我们自己有了医疗呢，那总是呢方便多了啦。所以讲听听我们的医疗医王们呐，对病人呢，不是医生对病人呢，他还要呢如个家，如个家，都如个家人，他们都会呢很专心用爱这份亲，所以叫做华亲呐医生，大家医王们把我们的慈济人呐，都当成了华亲，有法啦，有亲的感觉所以我们自己有医疗系统，我们会很安心啦，也是甲师父同心圆啦。这志愿咱这四大志业，那医疗会当做到这么好，我们要很感恩这就是咱的医疗系统啦看看每一位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医王每一位都是要有爱心、精干呐。人呢，我们都是凡夫嘛，人哪一个不会有病呢？所以我们称大医王，佛陀他就是大医王。所以我每一回呢看到了医师们，我同样也是用很尊重的心大医王啊。那护士呢叫做白衣大师啦，白衣大师呢就是观世音啦，所以看到医生啦，病就好一半因为医生叫做大医王看到医生就安心啦。我目前在台北慈院负责教学研究，那我也是一个儿科医师。30年前我在花莲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是心脏专科。那图中这一张其实也是我另外一个在花莲14岁诊断心房中隔的病人，他现在已经是2个小孩的妈妈那他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发现这个疾病以后开完刀，然后都情况很好，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位律师那这个是我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已经23岁。他就是心室中隔缺损加心房中隔缺损。那其实现在看到他其实都好了，但是他除了心脏，他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学习比较慢，他就变成没有办法升学。可是我后来看到他快乐平安的地方，就是他都跟着他阿公，在他们那个光复那边的果园他其实真的很棒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出生第一天就因为心衰竭住到儿科加护病房，他的药物控制得很好，他后来那个破洞自己闭合，完全没有开刀。那个时候国中他来我很高兴，因为他说他想读护理系。那这是今年的4月底，他写了一个 LINE 跟我讲说，他再来要4月底5月初要在台北慈济医院做见习，因为他现在是慈济大学的五专部，他现在是4年级。咱知影讲人生就亲像咱的时间同款，透早起来，日头啦慢慢伫咧出来，所以咱即马若咧教少年的、教囡仔啦，拢讲恁这日头才伫咧铺海定，这大家人拢知影。对少年的、对囡仔啦，都甲伊当作讲日头才伫咧铺山铺海定。伫东部看是铺海啦，西部看是铺山啦。所以讲就是日头才开始起来，就是少年才开始呢，要来看世间事啦。所以咱爱教。
医生呢，他开始也是同款，已经呢立志要做医生，啊，要做医生呢，那就是呢，给予人类的希望，就亲像太阳扑起来，对于人间呐的黑暗呢，咱可以互伊一个光明啦，就是讲吼，对人生的守护，所以希望守护生命啦，守护健康啦，守护爱，这是师父对医疗职业的医生呢的尊重甲称呼吼，所以我称呼他们是大医王，感恩啦，各位医王呢，感恩哦。